我和世人不同，我重视的是道的生活。贵、贱、善、恶、是、非、丑，这些价值判断并没有绝对性，只不过是相对形成的，经常随时代环境而更改。世俗的人纵情于声色获利，生活应该干守淡泊，淡然无戏，但求精神的提升。曲则全，妄则直，洼则盈，敝则新，少则得，多则惑。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事，不自见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长。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古之所谓曲则全者，岂须言哉？诚全而归之。常人总喜欢追逐事物的显象，芸芸众生莫不急于求全求赢，或急于张扬显逸，因而引起无数的纷争。求全之道莫过于不争，不争之道在于不自现、不自是、不自我、不自矜。而本章开头所说的曲、往、洼、敝，也都具有不争的内涵。委屈可以保全，其咎反而能伸长。低洼得以充盈，必就才能生新。少取反而多得，贪多弄得迷惑。所以圣人守道作为天下事理的模范，不自我表扬反能显明，不自以为是反能彰显，不自夸反能建功，不自我矜持反能长久。正因为不跟人争，所以天地间没有人和他争。古人说委屈可以保全的话，怎么会乱说呢？常人总是追求事物的显象，求全求赢，因而引起无数争纷。人应处柔守柔，谦下退让，而达到不争的境界。老子是道家代表人物，但他后来被神化为道教教主。老子在北魏时期开始被尊为太上老君，其后道教典籍更将老子极度神化，将他描绘成神灵一样。夫嘉宾者，不祥之气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君子局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兵者，不祥之气，非君子之气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胜而不美，而美之者是乐杀人。夫乐杀人者，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。吉事上左，凶事上右，偏将军居左，上将军居右，言以丧礼除之。杀人之众，以悲哀弃之；战胜以丧礼处之。武力会带来凶灾。老子指出了战争的祸害，并且表达了他的反战思想。用兵是出于不得已，若是为了除暴救民而用兵，
也应该恬淡为上。战胜了不要得意洋洋，得意洋洋就是喜欢杀人。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了尚武者的心理状态。他还说，如果不得已而应战，要以丧礼处之，杀人之众以悲哀弃之。这是人道主义的呼声。兵器是不祥的东西，大家都厌恶它，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。君子平时以左方为贵，用兵时以右方为贵。兵器是不祥的东西，不该是君子所使用。万不得已而使用它，最好要淡然处之。胜利了不要得意，如果得意就是喜欢杀人，就不能在天下得到成功。吉庆的事情以左方为上，凶丧的事情以右方为上。上将军在右方用兵作战的时候，偏将军在左方，这是把战争当作丧事来看待。杀人多了，要以悲哀的心情来悼念他们；即使打胜了，也要以丧事来处理。武力带来凶灾祸害，用兵是不得已的事，应该心平气和，只求达到目的就行了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；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；知足者富，强行者有志；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寿。本章讲个人修养与自我建立。一个能自知、自胜、自足、强行的人，要反视自己，坚定自己，克制自己，并且施志力行，这样才能进一步地开展他的精神生命与思想生命。能够了解别人优劣的，只能算是聪慧；能够认识自己本心本性的，才可算是清明；能够战胜别人的，可算是有力；能够克服自己的，才算是坚强。我完了，我进不了去。能够知足而淡泊财物的，可算是富有。老兄啊，你满不满意目前的生活呀？满意，我很满意目前的生活。道可道，能够体道而强行不息的，可算是有志；以道为本而反手不失的，可算是长久；身虽死亡而精神不朽的，可算是长寿。每个人都有私有欲，要想去私欲，必须先自反自省，然后自清自虚。若能做到自知、自胜、知足和强行，那么就可以算是得道了。执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乐于耳，过客止。道之出口，但乎其无味；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足记。执守大道，天下人都来归往。归往而不互相伤害，于是大家都平和安泰。音乐和美食能使路过的人停步，但是道虽然淡而无味，看不见听不到，但却是使用不完的。仁义礼法之治，像音乐与美食一样，既能满足人的耳目口腹之欲，道却能使人得到心灵的满足。将欲息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是为威名。柔软胜刚强，鱼不可脱于渊。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要收缩它，必先使它扩张；要削弱它，必先使它坚强。
要废弃它，必先兴举它；要套取它，必先给予它。这是很明显的道理。柔弱一定胜过刚强。鱼不能离开渊，离开渊必定干死。柔弱是治国的根本，治国不用柔弱，必定灭亡。权谋、刑罚都是凶厉的东西，不能够施加于人民。物极必反，恃强必弱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人君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善加运用，则能以柔克刚，以弱胜强。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，下德为之而有以为。上人为之而无以为，上义为之而有以为。上礼为之而莫之应，则让臂而扔之。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；前识者，道之华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处其厚，不居其薄；处其实，不居其华。故去彼取此。上德的人不自以为德，所以才是有德；下德的人有心失德，所以就没有德。上仁的人有所作为，却出于无益；上义的人有所作为，且出于有益；上礼的人有所作为，若得不到回应，于是就伸出手臂来使人们强从。所以失去了道，而后才有德；失去了德，而后才有仁；失去了仁，而后才有义，而后才有礼。当社会需要用礼维系德的时候，虚伪巧诈也就产生了，祸乱也就跟着来了。自以为聪明的人以智取巧，实在是愚昧的根源。因此，大丈夫应守质朴的大道，不要虚伪的巧智，舍弃理智的浮华，取用道的精神。道德修养共分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。合于道德社会，一切需自然而行。当社会需要理智来维系时，诈伪业生已经是不堪设想的时候了。反道者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道的运行反复回圈，周流不息，才能产生绵延不尽的生命。道的作用柔弱谦下，天下万物是从有而产生的，而有却是从无产生而来的。无是道之体，有是道之用。人应无为、无事、无智、无知、无欲、无我、无私，才能达到道德最高境界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道是万物创生的总原理。万物创生的成事是由道生出一种气，这种气又划分成为阴阳两气，阴阳两气相交而成一种世云的状态，于是万物都在这种状态中产生了。万物都背阴而向阳，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。道创生了万物，万物创生以后，还要守住道德精神，依道而行，应该柔弱，应该顺其自然。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无有入无间，无是以知无为有益。不言之教，无为之义，天下希及之。
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，吾将以为教父。天下最柔软的东西，能驾驭天下最坚硬的东西。无形的力量能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。我因此知道无为的益处。不言的教导，无为的益处，天下少有比得上的。水是最柔不过的，却能穿山透地。